台湾っていう国が経てきた歴史と経験と記憶っていったものを非常にホリスティックに全体的に見つめようとする非常にもう野心的な試みっていったものを強く感じるっていうことを最後にちょっと述べて、陳さんの写真の特異性っていうのかな、台湾の写真にとっての重要性っていったものに言及しておしまい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他是把摄影当作他的生命一样在经营。沈昭良他所展现的呢，是更进入到民间文化的底层去。他跟民间的产业，他跟民间的这种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呢，他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历史背景来进行民间文化史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新さんがね言ったことで僕はもうすごく感動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写真はねヨーロッパで発明されて今欧米で、ギャラリーとかいろいろあってっていう欧米の文化みたいになってるけど、その主導権をねアジアに取り戻そうっていうのが僕らの。觉得它有可能下午傍晚就会变了嘛，特别山区很难讲。山区你看里面云其实很厚啊，漂流这个系列已经大概在准备整理收尾的阶段了，因为南横开通之后呢，我一直想要去这样，那特别是明巴克路桥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整个景观、河道跟整个这种人为构工的这样的一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抗衡啊，但是基于交通上的需要，就这里面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那个桥不管再怎么做当有大的这种洪水或土石流来的时候呢，它应该还是守不住的啦。然后我们去到那个现场，其实让我更相信那种大自然的力量，就是人没有办法胜天的。在漂流里面，当然有绝大部分是在白天，但是也有些是在临岸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临岸的某一些这种内容，相对更能够体现我的想象这样子啊。它不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啊。那我也没有希望就是过多的这些光线的变化去为这些地形带来一些不同的肌理或质感的呈现。我相对的能够更纯粹又安静的回到景观本身啊。所以普遍是采取在阴天的时候去拍摄这样。然后慢慢的，我从一些不同的事件好了，不同的讨论，或是从台湾过去的这种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
持续在的议题或待解决没有办法解决，繁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讨论议题当中，去寻找一些景观或地景可以作为一些回应或连结的可能，这样。包括这种白孔，这里面可能包括环境，包括能源。包括开发，包括人权，然后包括族群的议题等等的。写真ってただその場所の瞬間の時間を写し止めたものじゃなくて、そこには台湾っていう島のやっぱり独特の時間の流れとか奥行きがいつも現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うんですね。シンさんの写真に非常に独特の、輝きと陰りを与えていて、そこに台湾の歴史的な変容がその風景とか、光景に重なり合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が僕のシンさんの写真、特に漂流っていう、非常に強く惹かれる写真集に対する考え方です。海岸線が漂っているみたいな写真とか、ちょっと一枚っていうと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けど、自分の眼鏡っていうのかな、非常に多分台湾の人たちってシンさんだけじゃなくて全てがドリフトっていうか、台湾の原住民の人かもしれないし、ハッカの人かもしれないし、日本から渡ってきて台湾に住み着いた人かもしれないし、でこの島にたどり着いたさまざまな人たちの漂流の意識っていったものが、海岸を巡り歩くかのようにしてですね捉えられてい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僕は感じて、それは台湾の人だけじゃなくて。绝景的概念很抽象呢，因为绝景很难，真的很难。但是真正是我们努力去寻找或靠近的一种很难靠近的一种标准。当我们遇到绝景的时候，要非常尊敬的跟感谢的。你要想说一期一会这件事，你要想说就是这样的现场、这样的场景或者这样的对象，我们此生可能相遇一次，那我必须全力以赴这样。通常是在天黑前的那个5分钟、10分钟，因为我们都知道魔幻时刻，环境的光线对于周遭的这些建筑环境的这种描写，那个极限在哪里？相较于负片，就是我喜欢那种来自于正片直接纯粹的浓郁的色彩，因为它刚好能够回应
魔幻时刻的这种色温的表现，以及五台车本身的那种绚丽浓郁的那种色彩表现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能够体现台湾精神的某种颜色。巻き起こして、新さんの非常に写真の強度っていうのかな、誰もいない日没前後のマジックアワーに、しかも一瞬の静寂に浸って風景がこう陶酔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か、風景がトランスしている様を記録してい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熱帯の夜の特別な時間とか気配が、こう見るものにこう染み渡ってきて、その背後の闇から何かこう非常に特別なシグナルっていうか信号が発せられて、その光と闇のメッセージを受け止める様が写真の中にこう現れているように、僕は個人的には感じました。ステージトラックの写真ではなくて、その背後の背景とか前に置かれた前景に置かれたで非常に強い証明にされている、ボイドっていうのかな、からの風景っていったものが、実は台湾が経てきたさまざまな記憶とか経験っていったものを内包しているように僕には思えて、そういう写真って今まで見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非常に強く引きつけられた覚えがありますね。シンさんのステージをメインにした写真都市っていう作品ってモノクロームの作品だったんで、極彩色のステージと、モノクロームの写真がこう対比されて非常に強いコントラストを生んだんですけれど、それによって僕は個人的には、アジアのカオスの、美しさっていったものをですね、こう象徴的に示したかったんですね。極彩色の、これすごい大きい反響を日本でも、やっぱシンさんの写真の中で僕は、思ったのはやっぱこう流動化しているアジアのこうダイナミズムとかこう移動する変化の様っていったものをやっぱ根底においてこう記録するっていう非常に強い意識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けどね。我们在国内国外大概有应该超过25国家60个城市吧，我们非常有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交汇而进一步去深入到跟这个土地或国家社会有关系的这些更深层的这种讨论里面。那我觉得这也是艺术作为一种参与社会样态的相对更重要的意义。这样。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写真今日は見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期待してます。ランドスケープごく単純な風景の写真に潜んでるそういう情緒的なそういう雰囲気というか文学的なそういう感触どこまで写真で表現できるかそれを挑戦してみたいということで撮ったんですね。ゆっくり見れば探せばその移動が出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その情報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一応そういう説明を。はい、ということで早速ね行きましょうか。誰から行きます？例えばその道にその草木が出ていたり、その洗濯物が干してあったりっていうような
結構ゴミゴミした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がこれまでの街には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こういうビルに置き換わっていくことで、そのビルの内部にこういろんなものが取り込まれていくっていう構造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そうやってどんどんビルの中に押し込まれ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を表現したい。でも今写真のやっぱり表現自体がまだ出てき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ね。まあもちろんその建物っていうかいろんな建物の外部とのそのビジュアル的な組み合わせはよく出てると思う。だからもう我々が制作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よく写真のどういう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か。昔からカプセルトイあるこういうおもちゃを使って写真を撮るの好きだったで、卒業制作でもそれをやろうと思って撮影しました。もちろん今非常に生活の中での表現なんですね。それは難しいですよ。だからどうやってそのトイを入れてでも生活の中の雰囲気を確保しながら美学の表現ができる。そのトイを通して自分だけでなくもう少し社会面の表現、につながっていけたらどうかな。もっと違う作品の作家さんの作品を見てからまた、撮り直すというか、練習の意味でもある。何かの予兆なんじゃないか。因为我们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也打工嘛，在电视上看到人家在介绍竹地，我就跟老板借了他的小货车，我就想去看看了。所以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我对于那种一般的生活里面的庶民样态里面的那种生活的各种面向啊、环节啊那种样子，我就很有兴趣想要去看了。有一些是可能跟文化、跟生活有关的，那可能也跟某一些劳动现场有关的，然后很多不同的这种专业人士在里面工作，做料理的人呐，然后各种渔获的这种批发买卖的人。実は誰でも中まで入れた時代なんです。で観光客もこうやって見にでもそこで写真を撮るってなかなか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それを遠慮なく多分魚関係の人との交流とかも含め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できて信頼を得ないとなかなか撮れな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した。雰囲気そのものあるんですけどね、すごいいい雰囲気があるんだけど、それを撮るのなかなか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の現場にいると気持ちが高揚したりとにかく元気で人が生活しているそのものの熱力に圧倒されちゃうんですね。でもそれに圧倒されず、自分なりの視点をずっと持ち続けながらコ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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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ろんな築地のシーンを撮りためていって、築地市場っていうのはこういうふうに混沌としているとかですね、すごく熱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なものが集まってきてものすごい活況を呈しているとか、そういう先入観みたいなイメージとは全く別に、非常にどの作品もどのシーンも10日にっていうんでしょうか、等しくどの作品も等しく冷静にっていう言い方は変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日本の魚市場独特の活気とか勇ましさとか、場の高揚感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やっぱりあって、それは陳さんの心にも非常に
敏感にですねこう作用し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去到那里会觉得，那个整个环境跟外部的那种井然有序完全不一样哎，完全不一样。那你很难想象，在东京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那种路口，然后就是非常混乱，但是它有它的秩序，然后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啊，人的样子也很特别，对我来讲。我回到台湾，后来进到报社工作之后，固定每年都会有1、2次的行程到那里去拍摄，这样的一种往返的过程里面，也慢慢的让自己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理清，就是你跟摄影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表现主题。非常に一つのテーマに対して長い時間をかけて取り組まれ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かね。ものすごく被写体とかテーマを観察して自分の中で非常にこう練り上げていって作り上げていく。でやっぱり写真って引き算じゃないですか。要するにすごい大量な情報の中で最後はどのように構成していくか。你如何去做出最后的整理跟总结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相对是关键的啦。那么长走的16年多的这个记录编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时期的拍摄的作品的改变啦。这种流动，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古い歴史があるので寂しいはずですね。ただ東京のもう街の作りがもう限界が来ていて、やっぱり移転させなきゃっていうのがずっともう十何年抱えてた問題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場所は一体ど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くか、築地は実際の場合は消えちゃうわけだけど、現在から透かし出される未来の築地の姿もこう救い出していこうとする、包含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僕は考えているし、写真は全て記録でありそのものがなくなっても将来に残るものです。じゃあどの作品が残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作品一点一点の力強さというか人に訴えかける強さ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そ写真で残ったものっていうのは、貴重な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以前这里是个停船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它会拆掉，就像之前我知道它已经搬迁了，但是我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它已经夷为平地了。对，我觉得我们终究抵挡不了那种时代的那种巨大的变动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留下一点记忆吧。我在想因为这里算是一个摄影实践的开始啊，是1993年的冬天的时候开始。我站在这里看看竹地还蛮好的。那时候想要做摄影工作你不是进到这个报社，要不然就是你做商业工作啊。那时候我对于这种透过摄影看外部世界的这种
工作方式比较有兴趣，喜欢到处走、到处看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幸运的进到报社这样。那进去之后呢，就想说，是不是也能够找一个主题来做？我好像有一次从花莲要回来台北的路上，然后因缘际会的在山头上看到南方澳渔港，然后就慢慢进去。自己开了一台那个大发那种小车子啊，然后在那种北宜公路上面这样子9弯18拐跟着这样子绕啊。可能前一天我工作结束了，然后回来整理一下，然后洗个澡睡个觉，好，隔天2点钟就出发哦，因为我希望可能5点多6点我就能在南方澳前面能够喝豆浆吃早餐，开始看他们的生活啊。那时候就是你那种想要拍照的那个心情无法压抑了，就是很想去。7、8点啊，8、9点啊都无船啊，你知？暗嘛也无铁路客啊，你知？哦所以这无闲是差不多6点到7、8点啊。你住这的人啊？无啦，阮住东山啦。哦，那有一段距离呢。对啊，而且半点钟的，你敢知我5点就起来洗头？在竹地那个阶段，其实是比较在外围啦，或者是针对以市场为中心的一个整样的工作现场这样。那南方澳相对的，就是我们开始有机会靠近这样。就是我们经常去，然后也让他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慢慢的去建立彼此之间的一个认识或信任的关系，这样。上厕所的地方。对呀，北臭的。北臭。你台语讲很好了。然后在一些各个的不同的这些生活或工作的现场，包括地方上的人哦，我们本地的人，或者是当时的这些外籍移工。私今フォトシティ相模原っていう、神奈川県の相模原市でもう20数年間続けている写真フェスティバルがあるんですね。もう今から、20年近く前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そこにアジア賞っていう賞があって、アジアのさまざまな国々の、代表する写真家の方々を検証して賞を与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たんですね。で台湾で、対象国が台湾になって、その時に新さんが、グランプリを取って、新さんの写真を見ていてやっぱり非常に強く感じるのは台湾という島の記憶経験感覚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ものがですね非常に隅々まで画面の隅々に行き渡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非常にファーストインプレッションで、あったですね。でそれは台湾の人たちにある種の親密さをあるいは懐かしさを感じさせるとともに日本人である僕ら我々にも非常に特別な感情を立ち上がらせてくるやっぱり非常に強い記録性と記憶性を持った写真だと思います。1995年到2001年了，我们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印象南方澳》的摄影集。那同时，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南方澳的作品，让更多不晓得过去南方澳什么样子的朋友，能够有机会透过摄影作品呢，能够有进一步的对话跟连接这样。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摄影有时候只是很纯粹的对应到作者跟自己跟摄影之间的关系啦。但是有时候你产生了你拍摄的作品呢，会更大的社会环境跟更大的记忆群体有关系。我觉得这是我做摄影工作到现在来一个相对比较有感的地方了。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沈老师的那个工作方法，就是说这种工作方法能够透过比如说40张、50张一系列的这个摄影镜照，让我们看到某个很完整的社会切面，又或者是直接看到一个产业的生态，又或者是直接看到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动交流网络。其实这些作品是提醒我们，更重要的可能是那些没有拍下来的历程。你必须不断的去跟一个社群去做对话，然后必须反反复复的去提炼那背后的那个生命故事的这个历程。那时候是99年，那时候把我应该进到报馆3年多了。虽然我负责的这个采访的路线没有直接跟这个地震的灾害有关，这样我那时候其实很单纯的想法，我就想说，当时那个深夜里面的仓皇逃命呢，对灾民来讲，一定是非常紧急而且冲突所以你身上可能没有带着任何你的皮包或皮夹，你可能也没有带着身份证。那我有没有可能在那个灾区里面开设一个简易的摄影工作站，然后免费帮灾民拍证件照？这样，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到那个中寮乡公所民政科，我还记得一个姓李的小姐，然后我跟她表明身份跟我想做的事，她一口跟我讲说，这个我们需要那你来。然后以前我们在报社工作那个冲片都是月结的，就是打契约的地方啦。那个老板呢，知道说我要做这件事，他跟我说：“陈章，我跟你讲，你拍多少回来，我免费帮你冲。”我那时候觉得，我后面有人帮我撑腰了，我就开始启动跟我太太2个人把这个工作站呢设在外头。然后那时候其实就用自然光线用反光板，很基础的方式，想说用这样的工作试试看，这样你有需要的人就来这样。那2天我们大概拍了100来个。其实摄影跟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是重要的啦，特别是在那种非常极端或紧急的时刻里面这样。所以那时候感觉是透过摄影的一个陪伴的过程啦。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特别要做什么啦。长远来讲，就是过了20几年，我觉得回头看，我觉得某种程度的那种价值观是在那个时间点确立起来的。那个时候，主观客观来讲，就是因为我也工作了12年，然后我也持续的在发展一些不同的工作。其实那时候包括我做了南方号，然后也做了玉兰，然后那时候08年也开始在启动康乐队歌舞团、台湾综艺团，然后也从台湾综艺团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stage。我很想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眼前你如果辞掉一个正职的工作，那你接下来的这个经济支撑怎么办呢？这样那所以我当然想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部这辈子只会来一次的车子一趟公车吧，然后你只能选择要不要上车这样，因为它不会再来了，所以我就选择上车了这样。我把我的这个摄影创作的这些主题呢，透过出版品做最后的一个总结或结构这件事情，大概从预览的时候就开始有，它只是你要用更高倍率的 loop 才能看得到。其实当时预览这本摄影集在做的时候，因为它是第一本600线的高线组印刷了，它对于那种阶调肌理的这种描写层次的丰富性相对还是高的。那时候自己在想象说，一本摄影集就是
它正向的翻越之后，跟逆向的翻越是不是都能够，有一定的这种逻辑跟流畅这样。当然那时候有一些朋友讲说，沈超你那么无聊干什么？有谁会倒着看啊？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想试试看，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嘛。Stage 这本书相对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难度蛮高的。那我们在这个摄影集上面，就让黑去衬托一个临岸的时候的这种舞台车以及舞台车跟它周边环境共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样貌，这样透过黑底去做一个支撑。那跟前面相对比较古典的写实记录的摄影集，这本相对当代。那时候赵唐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编辑上的建议，其实都非常好。那其实他参与了这几本书的一些不同的编辑过程，特别是在 Stage 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做写实记录的摄影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集或文件保留下来这件事情，相对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会老去，但是如果我们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能够透过一个出版品的方式做一点集结，它有可能留下来。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了，就当我只有一笔资源的时候，我会先做摄影集我不会做展览这样。就当我们只有一笔预算经费可以调度的时候，因为摄影集相对它的留存或传阅的那种意义相对会更好。总的来讲，我们过去发展的几个不同的长篇的题目那个工作都跟社会某一些这种工作或生命或生活的现场有关，可能某种程度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动态当中的能量，或者是这种安静当中的这种力量都有这样。我也从这种不同类型的操作当中找到一些不同的养分。可能也因为他是新营在台南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所以他对像舞台车玉兰花南方澳对于这个主题的深度的掌握，后面的关系以及摄影的这个条件的安排呢我觉得他都能够做到非常到位看起来好像本来应该是一个阶级性的问题呢但在他的表现却不是以这种阶级的控诉作为他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内容反而是去把一些有文化的这个内容做了很好的呈现我们或许从张照堂老师啦甚至一直到比如说像刘正祥其实他们对于台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精英的这个观点呢有很好的掌握。但80年代90年代，我觉得这些问题比较被导引到比较政治跟社会运动的阶级的去做表现。那么我觉得到2000年2010年之后，沈昭良他等于说开创了一个新的体例他对于环境拍摄场景的这样子一种捕捉跟考察呢它具有环境跟地理上面的一种敏感度这些地理讯息环境讯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其实已经有了历史的内涵。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内涵呢使得他的舞台车可以跟比如说陈传兴所拍的这个歌仔戏的这种戏台，或是更多的过去的民间摄影者呢他们拍的这种布袋戏歌仔戏的这种表演场景呢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历史背景来进行民间文化史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 Stage 那个系列呢，一开始是在拍摄台湾综艺团的时候衍生出来，因为开始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表演工作者，然后慢慢看多，奇怪怎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车这样，
在各个不同的现场，各种不同的出现，而且那个量体可能超过我的预期跟想象。就是你看舞台车，它那么样的机动灵活，在各种不同的演出现场，各个不同的环境底下，它能够找到一些位置，然后在这边打开工作嘛，哈。我觉得那种机动灵活跟台湾人或台湾整体社会的某种特质有关系的，就是机动性很高，很灵活，哦，能够去回应各种不同的现场需要，然后去展现一定的这种工作质量嘛。因为它跟民间的这种宗教庆典、神明的生日有很大的关系，土地公生日啊、关圣帝君生日啊、妈祖生日啊，3月23妈祖生日的前1天2天，有时候就会开始热闹起来。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年，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嘉南平原段，那晚上就是4射的烟火啊，此起彼落，非常好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有烟火的地方，就是有庙会庆典的地方了，那也就是有可能有舞台车的地方。你也要来？对。你今天是负责走这种活动啊？没有，我是粉丝啦。对。当我发现这样的舞台车跟台湾的娱乐产业，以及在这个民间乡下的这种宗教，或者是以这种婚宴为主的或庆典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出现的频率或交叠的关系，那我们才进一步的慢慢确立说啊，有可能把舞台车作为一种台湾的某一种文化肖像去看待这样。単純に面白い場所、面白い装置、ね、台湾人が考えた装置、そして台湾人が考え出したイベント、その全部その一枚の写真に取り込もうとするその姿勢、そこが全部入っ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やっぱり圧倒的に台湾の文化の面白さ。所以，因为我启动的早，大概在05年前后。从那种比较朴素的这种造型的表现到比较具象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仙童仙女啊，看到白宫啊，拍到雪梨歌剧院啊，然后看到101大楼啊、高铁之类的，就是很具体的这个图像的。这在中期的发展里面其实非常多，然后非常闪亮的，在荒野或者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哦，你会觉得说不上来的这种奇妙啦，因为那个整体的观感带给你的感受太复杂。这里面有太多的这种对于这种想象梦想的体现，那包括晚期呢，它变得比较抽象，远远看就是很醒目这样。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最庄严肃穆的那种神圣空间，其实常常是跟那种最绚丽、最喧哗的世俗空间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它不说教。它是非常沉静的，它是这些流行文化符码的组装跟一种在地的挪用还有转化。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批评说，
舞台车上面的这些图像，好像呈现了台湾文化的某种浅碟哦，又或好像都是从外面取来哦，很少有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些图像凸显的是台湾视觉文化的某种缺乏主体性，或者是缺乏创造性。但我比较不这么看，它其实是台湾的某种文化的精神样态，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文化杂食主义，可是也能够转化出属于我们在地的某种特色，变成是我们的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文化面容的一个潜在镜像。虽然好像是在拍舞台车的肖像，可是这个肖像其实也是我们的自画像。ただのステージ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背後の文脈とか、なんでこの場所に台湾特有のこういうステージトラックっていうものが、こんなに広範囲に広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って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た上での、やっぱ台湾の独自性とか歴史っていったものが非常にシンボリックに現れてい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ね。沈老师也在那边驻守，所以他很谦虚了。但是我一直问他说：“你究竟下来多少次？有没有超过100次？”对，他说没有。但我有点不太相信哦。如果用自由摄影跟公路摄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以这样的一个集体型的计划去做的我觉得非常的稀有所以他怎么去掌握这20位摄影家的心理变化、创作意念的变化跟团体的动力呢？我是非常佩服的过去张照堂老师呢，我觉得他是透过很多摄影展跟书写的过程，那去发掘这种新形态的新世代的这种摄影家那我觉得到了沈老师这一代，作为一个策展人呢他可能更多的是像这种 Photo One 这样子一个平台的这种创造，以及跟画廊的摄影画廊、艺术画廊或是美术馆更多的连结呢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写真家は写真やってればいいってだけじゃなくて、キュレーターもして本当に一生懸命やってみんななかなかできないんですね。やっぱりいろんな人がやっぱり、特別な人脈を持ってそれを交流し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台湾の写真が広がるとともに向こうの写真その国の人の写真が台湾にもや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ような独特の循環っていうのかな、広がりをシさんっていう人物を中心にして展開してきたと思うんですね。我希望我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在接下来可能的几个创作上，但是它都跟台湾本土的内部有关而且我认为它是重要的，它会是我们在此生当中应该最后要完成的几件事情。